经传鹰式战斗机击败了超级大黄蜂，而且还要在美国的地盘挑战 F-35，凭什么？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贤少。最近，天空杂志引述消息人士透露，美国的 FA-18EF 舰载战斗机在加拿大下一代战机的竞标案中提前出局。F-35隐身战斗机的竞争对手恐怕仅剩下瑞典的 JAS-39E 了。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 JAS-39鹰狮是否在加拿大全面的碾压了 FA-18EF 超级大黄蜂呢？据加拿大政府与业界的消息人士透露，本来有希望以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 F-35竞争加拿大下一代战斗机的 FA-18EF 超级大黄蜂，因为条件不符合要求，投标未被该国接受。F-35的竞争对手现在恐怕就剩下了瑞典的 JAS-39E 鹰狮了。3名未具名的消息人士透露说，加拿大未来战机的战力专案的代表已经告知美国波音公司，其 FA-18EF Block 3不符合加拿大皇家空军替换 CF-18大黄蜂战斗机的要求，而 F-35闪电2和 JAS-39E 鹰狮则获得了符合要求的通知，但并未公开相关的细节。针对这个消息，美国的波音公司强调将等待加拿大官方的正式通知。参与此竞标案的加拿大国防部和公务及采购部则尚未对此事置评。加拿大下一代战斗机预计要采购88架，价值可能会达到190亿美元。据加拿大全球事务研究所的副总裁与资深分析师菲利表示， FA-18EF 提前出局的消息让外界十分惊讶，因为加拿大和美国在国土防空上共组北美防空司令部，以美军的作业互通性是这次竞标案的一个重要指标。外界先前普遍不看好采用欧洲规格的 JAS-39E。费利指出，另外2款欧洲制造的战斗机台风和阵风先前以条件过度偏袒美国公司为由，早就自行退出了竞标。那么现在的竞标者由5位变成了2位。那么瑞典的 JAS-39E 鹰狮能否最终战胜美国的 F-35隐身战斗机，从而赢得加拿大空军的竞标呢？这个恐怕真说不好。从理论上讲，比较适合接替加拿大空军所配备的 CF-18战斗机的应该是美国的 FA-18EF。 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加拿大的 CF-18是美国专门为加拿大空军改进的一款先进战机，它已经服役了几十年，现在已经老化了，需要退役了。那么 CF-18其实相当于美国早期的 FA-18AB 型，技术相对比较落后。那么美军的大黄蜂已经升级为超级大黄蜂了，变成了 FA-18EF 了。但是二者在技术上有很多共通的地方，无论是后勤保障还是机务维修，应该说都有一定的延续性。从理论上讲，如果加拿大空军或者是加拿大国防部选择 FA-18EF 是吧，并不出人意外。但是这次早的把它淘汰了，我想其中有可能是吧，有一些不为人知的内幕，比如说加拿大政府和 FA-18EF 超级大黄蜂的生产商有矛盾，而且这个矛盾可能一时半会儿不好调节，因此干脆把它淘汰出局。那么现在只剩下 F-35和 JAS-39E 了，最终谁能胜出？我个人看法，瑞典的鹰狮胜出的可能性不是太大，因为这是一款轻型战斗机，而且它采用的是欧洲标准，和传统上的加拿大空军所使用的武器装备不协调。那么他会选择 F-35这款隐身战斗机吗？可能性是有的。虽然尽管 F-35
的造价相对比较高，但是它的隐身性能可要比 JI-39E 强得多。而且呢，这次加拿大军方所拿出的经费足够买88架 F-35了，因此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F-35很可能会胜出。因为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决定了他不大可能会选择其他国家的先进战机。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